我跟搭档是凤凰传说的翻版，我填词作曲当绿叶，他当主唱扮红花，我俩一年净赚80万。可年底分红，他却只甩给我5万块。我问他当初不是说好的55分，可他却直接将话筒摔到了我脸上。你才几个词，整天就只会在台上悠悠两下的货色，也配跟我55分？看着他那张因愤怒而变形的脸，我不再说话，默默将那5万块装进包里。他以为我认栽了，可就在他演唱会开办当晚，我收回了他对我所有歌曲的演唱权。听说那晚他在台上悠悠了整整3个小时。我刚从一场晚会下来，搭档王鑫就把我拉到了他家。一进门我就看到桌上摆着一小摞红色钞票，王鑫坐定，双脚翘上桌面，用下巴指着那摞钱。许念，今年你干得不错，这5万块你拿着。这话听得我是满脸错愕。我们这一年大大小小演出不下500场，跑去吃喝应酬等杂费，纯利润起码80万。说好的55分账，他现在居然只给我5万块。王鑫看出了我的疑惑，立马开口道：你才几个词，整天就只会在台上悠悠两下的货色，也配跟我55分？这话听得我的拳头是紧了又紧。当初刚搭档时，可是他哭着喊着求我给他多分词，说那样才能被听众牢记。如今反倒是嫌我词少了。此外，我俩每次去外地演出的高铁票、伙食费、酒店住宿费，可全都是我自己掏的。满打满算，我这一年花出去的起码都有6万块。看着他那张脸，我真想一巴掌抽过去，可到底还是忍住了。我知道钱都在他卡上，我们之间也没签什么合同。打了他，我不仅钱要不回来，弄不好还要被他反讹一笔，划不来。冷静下来后，我弯腰将那5万块现金装进了包里。王鑫见此，笑得极为开心。对嘛，这才是我的好搭档。看着王鑫这得意洋洋的模样，我并没有接话，只是拿起背包就朝门外走去。临到门口，我听到王鑫在身后喊：哎，别忘了3天后咱们在市体育中心的首场双人演唱会，好好准备。我没回头，只说声知道了，就匆匆把门关上了。出了他家，看着包里的5万块，只觉自己就像个笑话。搭档前说不管赚多赚少，通通55分，现在真赚到钱了。就拿我词少来说事，行啊，嫌我词少是吧？那我就把词全收回来，我自己唱。一想到此，我立马掏出手机打给了我在业内认识的好兄弟。老李，帮我办件事儿，我要收回王鑫对我所有歌曲的演唱权。此外，我还拜托老李再给我寻个场地，说我要在3天后开一场个人演唱会。老李一听这话就懵了，他问我抽什么风，说我不是早跟王鑫定好了3天后要在市体育中心开双人演唱会吗？闻言，我把事情始末原原本本的跟老李说了一遍。老李，我已经决定要单飞了，他不是嫌我词少，觉得我不配跟他搭档，那我还就非跟他打这个擂台了。我倒要看看没了我他能翻起什么浪花。老李听了我的话也是被王鑫气得不行，当场就让我放心，他还保证2天内一定搞到能用的演出场地。我跟老李道了声谢，随即就挂断电话往家赶。刚打开家门，我就看到女友顾雨柔早已做好了满满一桌子菜。见我到家，她立马就跟个小财迷似的问我今天分了多少钱。当听我说只拿了5万块时，她也跟我一样是满脸错愕。怎么会？你不说你们今年起码赚了80万？我跟雨柔解释说，王鑫觉得我一首歌没几个词，听众都是冲他来的，所以他认为我只配拿这么点。雨柔一听这话，立马就替我抱打不平。他说那王鑫还真是混蛋，词曲都是我写的，他就是卖嘴，居然还敢那么贬低我。见我沉默不语，雨柔马上改口安慰我，这回就全当遇人不淑了，咱不跟他受这窝囊气，明年咱自己干。说完他就拉着我到餐桌前坐下，让我化悲痛为饭量。可就当我刚端起碗筷，手机铃声却突然响了起来。我看了眼是王鑫打来的，电话刚接通，那边就传来了他那嚣张至极的声音。许念，今晚我约了几个老朋友来我家一起热闹热闹，晚上7点带着你女朋友一起过来。说完他就直接挂断了电话，这哪里是邀请，分明就是吩咐。女友看出我心情不好，跟我说不想去那就不去了，可我只是咬着牙去，好搭档邀请怎么能不去。晚上7点，我带着雨柔拎着2袋鲜果来到了王鑫家门口，可还没进门，一阵喧闹声就冲进了我们耳朵里。行啊，鑫姐，演唱会都开上了，你真要火呀！赶紧给兄弟签个名，以后可就值老钱了。还是鑫姐厉害，不像那个许念，拽的跟个258万似的，不还得靠咱鑫姐带啊？许念那家伙也配跟咱鑫姐比？要不是鑫姐看他可怜，拉他组队，只怕那家伙都该要饭去了吧？话音落下，屋内瞬间传来一阵爆笑。雨柔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了了，当即一把拧开房门冲了进去。看到我们进来，屋内的笑声戛然而止。雨柔刚想发作，却被我一把拉住。我把手中水果递向王鑫，同时开口道：王鑫，提前恭喜你啊！只是王鑫还没说话，先前那最先开口拉踩我的李川却忍不住再次张嘴。我说许念，你拎2袋破水果就来了，我们刚才可听鑫姐说了，这一年你们赚了足足有80万，现在你就拿这点破东西来，你还要点脸吗？李川一开口，立马引来了其他人的附和。
纷纷指责我太小气。我见此也不说话，只冷冷看着王鑫。王鑫被我看得心虚，马上站出来打圆场。他说我能来，那就是在给他面子，什么礼物不礼物的他都不在乎。可李川却不答应，非要逼问我王鑫到底给我分了多少钱，让我说出来，让大伙儿都看看我是怎么抠门的。王鑫闻言是一脸的尴尬，笑哈哈地说：“搭档之间不谈钱。”可我却是直截了当道5万块。今年王鑫一共给我分了5万块。我话音落下，屋内瞬间安静极了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满是震惊。王鑫见势不对，马上开口道：“许念，咱做事不能只看钱啊！这一年你可跟着我去了不少地方，不仅开了眼界，还涨了不少粉丝。咱做人可不能太贪。”听见王鑫这么说，李川等人虽然错愕，可也是马上跟着附和起来。他们还说我跟着王鑫都混上演唱会了，还想要什么自行车。说完，他们也不管我什么反应，又纷纷围着王鑫坐下，七嘴八舌地问着王鑫演唱会上都打算唱什么歌。我在一旁看着众人这一副趋炎附势的样子，只觉心中寒意更甚。我一步朝前迈出，看着王鑫冷冷道：“还唱什么歌？我让你一首都唱不了。”我话音刚落，众人纷纷转头看我，可就当我打算把话说明之际，身后的房门突然开了。王鑫的母亲刘桂芬手提着大包小裹的走了进来，随即她就一股脑的将手上的东西全塞给了我。许念，你这家伙怎么来的这么慢？东西我都买好了，赶紧滚去厨房做饭。我看着手上的东西，是又惊又怒，合着这就是让我来当厨子的。刘桂芬见我不动，马上就指着我的鼻子，是趾高气扬道：“你一年跟着我闺女沾了多少光？现在连演唱会都让你混上了，让你做个饭你还敢不乐意？”刘桂芬说完，李川等人也立马附和，说王鑫是我的贵人，让我给他做顿饭，那是看得起我。听着他们的话，我忍不住笑了。好，原本我还打算提前跟王鑫说一声，让他好有个心理准备，可现在看来，我还是太善良了。不就是做顿饭吗？我做，我不但今天做，3天后我更要给他们做一份大餐。之后的几个小时无聊至极，无外乎听李川等人拍王鑫的马屁，外加贬损我而已。唯一值得高兴的就是老李给我来电话了，他告诉我演唱权的事已经在走流程了，保证让王鑫演唱会当晚唱不了我一首歌。他还说演唱场地也找到了，就是有些小，跟王鑫所在的市体育中心完全没法比。我问老李在哪儿，他回答我就在市体育中心对面。听到这话，我马上告诉老李，演唱会就定在那儿。既然要打擂台，当然是越近越好。老李也明白我的意思，说既然我已经决定了，那所有杂事都包在他身上，让我只管练歌。挂断电话，我觉得心情都舒畅了不少。女友问我碰上了什么好事，可我只笑着说秘密。接下来2天，我跟着老李去场地里转了转，小是小了点，只能容下800人，可到底是五脏俱全。另外，老李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他昨天就让手下兄弟们把我的事散了出去，现在网上到处在传我跟王鑫散伙的事。网友们说我俩演唱会开在同一时间，甚至地点都紧挨着，摆明了是要打擂台。也正因此，我演唱会的票一开售就被不少好事者抢光了。而与此同时，王鑫也在助理提醒下得知了这一消息，他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即就抓起手机给我打来了电话。许念，你他妈的怎么回事？网上的传言是什么情况？纠正你一下，那不是传言，是事实。你不说有我没我一个样，那我还就不伺候了，我单飞。王鑫听到这话直接笑出了声。许念，就你还单飞？不要以为在我身边待了1年，涨几个粉丝你就觉得自己行了。你以为他们为什么关注你？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搭档，没了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王鑫这话也正是，我想对他说的，只是我懒得再跟他废话，只告诉他是龙世虫，演唱会上见分晓。说完我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转头问老李，演唱权的事安排的怎么样了？老李闻言一拍胸脯，随即一脸坏笑道：“我办事，你放心。”另外，我还专门把演唱权的收回时间定在了王鑫演唱会当晚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嘴角不禁抽了抽，心道：老李这小子真是坏透了。这样的话，王鑫那边连准备应急方案的时间都不会有。2天时间转瞬而逝，晚上7点，市体育中心内早已坐满观众。随着主持人的一声呐喊，一瞬间，场馆内的灯光齐齐关掉。下一秒，一束聚光灯亮起，灯光中央，王鑫身着盛装，吊着威亚华丽登场。这一下瞬间点燃了歌迷的热情，他们齐齐高呼着我跟王鑫的组合名字玄鸟。王鑫看着台下热情似火的观众，嘴角是狠狠地向上扬起，心中更是暗道：许念，没有你，我照样风生水起。就在观众期待着我会怎么出场之时，王鑫却是突然开口说道：各位朋友，我的搭档许念因为临时有事，今晚无法登台演出。此话一出，现场观众瞬间就懵了，他们买的是双人演唱会的票，现在怎么就成个人独奏了？不过，请大家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话落，王鑫立马将手一抬，音响师秒懂，音乐前奏立马响起。现场观众见此，虽是无奈，可也都不再说话。随着前奏不断推进，王鑫脸上也逐渐露出了自信的笑容。可就在他准备开口唱词之际，他的耳麦里突然传来了助理焦急的声音：王鑫，大事不好了！许念把所有歌曲版权都收回去了。你要是唱了，我们会面临天价罚金的。
王鑫听到这话瞬间就懵了，可音乐已经推进，他现在必须开口唱词，于是乎王鑫只能硬着头皮。王鑫刚开口时，现场观众还感觉一切正常，毕竟这首歌原本的开场就是我的这两句悠悠。可随着时间的推进，大家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这一首歌早该到了正确的部分了，王鑫居然还在那悠悠。不少观众立马就开始大声质问他到底在搞什么鬼，另有一部分脾气不好的观众更是当众大声喊起了退票。王鑫站在台上看着台下观众们群情激愤的模样，脸上头一次露出了惶恐，他抓着话筒的手不断收紧，指节泛白，眼里满是绝望。终于，王鑫再也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心理压力，他一把甩开话筒，转身就朝后台跑了回去，只留下满脸不可置信的主持人和彻底蒙圈的观众。不过那主持人倒不愧是专业的，他趁着观众情绪尚未爆发之际，马上一把抓过话筒对台下观众说：“王鑫只是想跟大家开个玩笑，同时用我的经典台词来致敬我不能到现场的遗憾。”虽然观众对这一说法并不是很满意，可现场总算是没有爆发什么不可挽回的冲突。主持人见事态暂时稳住，忙趁热打铁，说王鑫只是回后台换身衣服，请大家先看一段串场表演。王鑫马上回来，那边主持人刚稳住现场，王鑫这边却已经在后台对着助理是大发雷霆。你说什么？收回演唱权？他凭什么？那些歌可都是我唱火的，凭什么他说收回就收回？助理被王鑫的反应吓了一跳，却还是跟他解释说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，词曲作者拥有作品的完整著作权，包括演唱权、改编权等。他还说王鑫作为演唱者，只是在此前获得了我的口头授权，现在我收回授权是完全合法的。听完解释，王鑫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，瞬间炸了毛，他猛地一把揪住助理的衣领。我跟他搭档1年，他从来没说过版权是他一个人的。再说那些歌要是没有我唱，能火吗？能有80万利润吗？他许念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。王鑫这动作声音都是极大，后台不少工作人员见状都纷纷举起手机，小心却又疯狂记录着这戏剧性的一幕。他们也有不少人开始窃窃私语，看向王鑫的眼神里多了几分疑惑和犹豫。有人小声嘀咕说，原来那些歌都是我写的。也有人说，这要是真没授权，王鑫今晚唱不了歌，那演唱会不就砸了。王鑫的助理虽是无奈，可还是好脾气的连忙上前拉住王鑫，提醒他现在有外人再传出去对他们更不利。助理还说，我可能只是一时赌气，让王鑫再找我谈谈，只要能撑过今晚就好。王鑫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他知道助理说的是对的，今晚的演唱会对他来说至关重要，这是他的首场个人秀演唱会，要是搞砸了，不仅会损失惨重，还会被业内笑话，以后再想发展就难了。他瞪了工作人员一眼，语气生硬的辩解，说他和许念之间只是小误会，演唱权的事早已协商好，今晚的演唱一定会照常进行。说完，他就跟着助理急匆匆地朝一边僻静地方跑了去。而此时，对面的小型场馆里，我正坐在后台的化妆镜前，女友帮我整理着衣领。刚才场馆外发生的一切，我通过老李发来的视频看得是一清二楚。雨柔问我真不打算再给王鑫一次机会了，她虽然替我不平，但也知道，要是王鑫今晚真的唱不了歌，演唱会可就彻底砸了。那样的话，王鑫这一年的努力，还有我们之间那点仅存的情分，就真的没了。看着雨柔这一脸担忧的模样，我是既开心又难过，可终究我也没松口，只说已经给过王鑫机会了。他以为我是个只会在台上悠悠悠两下的绿叶，以为我离了他就活不了，以为那些歌的成功都是他的功劳。那今天我就要让他知道，谁才是真正支撑起这一切的人。我的语气很平淡，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。雨柔看着我，也不再多说什么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，握紧了我的手。老李这时推门走了进来，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。他告诉我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，场馆里已经坐满了人，还有不少人站在过道上，网上的直播也已开启，热度比王鑫那边还高。他还告诉我，刚才王鑫在外面出丑的样子，加上我们之间那点事，他已经全部发到网上了。现在网友们都在骂王鑫忘恩负义，支持我单飞。我闻言笑了笑，站起身简单说了一句，准备开始。与此同时，市体育中心场馆内，观众的耐心早已是消磨殆尽，舞台上灯光璀璨，串场表演也演了多轮，可王鑫就是迟迟未能登场。他们不知道此刻的后台，王鑫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来回踱步，焦躁不已。王鑫不停让助理联系我，可我早就把他们全部拉黑了。他又让助理赶紧找其他歌手的歌，临时替换曲目，可助理却表示时间太紧张，根本来不及准备。助理还表示，观众们来演唱会，想听的都是他和许念合作的那些热门歌曲，要是唱其他歌，观众肯定不买账。眼看原定的演唱会已经开场，可版权问题却迟迟没办法搞定。王鑫眼里不禁闪过一丝狠厉，他吩咐助理把他以前自己写的老歌全都找出来，待会儿他上台再去跟观众解释。助理不敢耽搁，连忙按照王鑫的吩咐去做。可助理心里很清楚，这根本就是权宜之计。王鑫自己写的老歌烂得要命不说，而且根本就没几首，今晚的演唱会恐怕很难撑过去。转眼又一个节目表演结束，随着舞台上的灯光亮起，王鑫再次拿起话筒走上台前，他脸上带着尴尬的笑容，向观众们致歉，说刚才有些突发状况，他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可他已经克服，待会儿一定不会再让大家失望。可到底还是有观众对这一解释不满，他们高声道，一会儿说我临时有事来不了，一会儿王鑫又说自己碰上突发状况。他们问王鑫，这演唱会到底还能不能开了？不能开就赶紧退票。这话就像是捅了马蜂窝，一时间议论声此起彼伏，退票声更是高呼不断。王鑫见此也只能深吸一口气，硬着头皮走上舞台。
他脸上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，拿起话筒向观众们致歉。他说我确实临时有急事来不了，还承诺会用最好的歌声回报大家的支持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他话音落下，台下传来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，可秉持着来都来了的心理，大家还是都坐了下来，同时也高声呼喊，要求听并肩和齐心这2首我们的成名曲。王鑫闻言，脸色瞬间就是一阵红一阵白，他攥紧话筒，强装镇定地向观众致歉，说这2首歌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今晚暂时无法演唱，接下来会给大家唱一首他早年的作品。音乐响起，王鑫开口演唱，可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唱歌上，歌声干涩，跑调严重，而且这首歌根本没有多少人听过。台下的观众们越来越不耐烦，议论声越来越大，还有人开始吹口哨、喝倒彩，有人吐槽歌曲难听，有人坚持要听我写的歌，还有人催促王鑫赶紧下去，别浪费大家的时间。王鑫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他强忍着泪水继续演唱，可声音越来越小，到最后几乎快要唱不下去了。王鑫看着台下密密麻麻的观众，看着那些充满不满和嘲讽的眼神，突然觉得他是那么的无助。可那也怪他，以往所有的演唱行程都是我一手安排，而他只需要登台演唱就行了。这一刻，王鑫心里第一次升起了一丝悔意，难道我真的不该那么对许念？可这个想法刚诞生，王鑫就是连连摇头。我没错，是许念，是他的错，是他太绝情，是他太小气，是他在故意毁我的演唱会。王鑫如何？此时我是顾不上了，因为我的演唱会此时也已经开场了。我刚走上舞台，台下就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，比王鑫那边热闹了不知多少倍。舞台上的灯光柔和地洒在我身上，我拿起话筒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，我向观众们问好，介绍自己，说明今天不只是我的首场个人演唱会，也是我告别过去重新出发的一天。说完，我再次90度鞠躬，向到场支持我的观众表示感谢。台下的观众们齐声呐喊着我的名字，声音洪亮，震得整个场馆都在微微颤抖。看着观众如此热情，我欣慰地笑了。朋友们，之前我和王鑫搭档了1年，那1年里我们一起唱过很多歌，经历了很多事情。虽然现在有些事情变了，但那些歌不会变，他们每一句歌词，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我的心血。今天我就把这些歌唱给大家听。话音落下，音乐响起，是我写下的第1首歌，并肩的前奏。这首歌我原本是想表达搭档之间相互扶持、并肩前行的情谊，可现在却成了我告别过去的宣言。随着乐曲推进，我也开始了演唱。不同于王鑫的激昂，我的声音低沉而有磁性，演唱里也多了几分细腻和深情，把歌曲里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。台下的观众们瞬间安静下来，全都沉浸在我的歌声里，有人跟着轻轻哼唱，有人拿出手机录像，还有人眼里含着泪水。雨柔坐在台下的第1排，看着舞台上尽情演唱的我，脸上满是骄傲和欣慰。一曲并肩唱完，台下的掌声和欢呼声几乎要掀翻场馆的屋顶。我握着话筒，看着台下一张张真诚的脸，眼眶也有些发热。这1年来所有的委屈不甘，在这一刻仿佛都有了归宿。我没有停歇，一首接一首的唱着，每一首歌都是我用心写下的心血，每一句歌词都藏着我对音乐的热爱。没有了刻意的配合，没有了绿叶的束缚，我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唱出自己的心声。台下的观众听得格外投入，有人跟着我一起哼唱，有人挥舞着手机闪光灯，还有人举着写有许念你值得的牌子。雨柔坐在第1排，一直微笑着看着我，眼里的骄傲藏都藏不住，时不时朝我比个加油的手势，给了我莫大的鼓励。而就在我尽情演唱的时候，市体育中心场馆里早已是一片混乱。王鑫那首难听的老歌刚唱到一半，就被台下的嘘声和退票声淹没了。他再也撑不下去，猛地停下演唱，双手紧紧攥着话筒，浑身都在发抖。台下的观众情绪越来越激动，有人把矿泉水瓶扔到舞台上，有人高声怒骂，还有人直接起身离场。一时间，整个场馆充满了骗子和退票这2个词眼。主持人连忙上前打圆场，可根本无济于事，观众的怒火根本无法平息。王鑫看着台下混乱的场面，又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首场演唱会变成这副模样，再想到我这边或许正在享受万众追捧，一股极致的愤怒和不甘涌上心头，冲昏了他的头脑。他一把推开主持人，抢过话筒，眼神狰狞地盯着台下，嘶吼着发泄内心的怒火。你们吵什么？我唱不了那些歌，难道就不能唱点别的吗？许念那个小人，他故意害我。他就是个只会躲在我身后，只会悠悠2下的废物。台下的议论声更大了，有人嘲讽他，说我才是词曲作者，他能火全靠我，如今却还好意思骂我。还有人指责他没本事，只会怪别人。更有人直言，我只唱悠悠都能火，有本事他也唱啊。最后这句话显然戳到了王鑫那敏感而又脆弱的自尊心，他当即表示即唱就唱，旋即他就像是疯了一样，握着话筒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悠悠2个字。一开始听着台下人的嘲笑，王鑫还有些放不开，可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，他就像着了魔一样，不管台下的观众怎么辱骂，怎么离场，他就站在舞台中央，机械地重复着悠悠2个字，一遍又一遍。王鑫的嗓子越来越哑，到最后几乎发不出声音，可他还是在坚持，像是要把所有的愤怒、不甘、委屈都通过这2个字发泄出来。他忘了时间，忘了台下还有寥寥无几的观众，忘了这场演唱会早已变成了一场笑话，就那么固执地唱着，从天黑唱到深夜，整整3个小时没有停歇。有观众把王鑫的视频发到了网上，很快就冲上了热搜。有人觉得王鑫可怜又可笑，有人骂他忘恩负义，
自食恶果。还有人调侃道，以前总说我只会游泳，现在看来王心连悠悠都唱不好。而与此同时，我的演唱会圆满结束，雨柔走到我身边，紧紧挽住我的胳膊，笑着夸我厉害。老李也走了过来，拍着我的肩膀为我喝彩。我原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可以彻底摆脱王心，重新开始自己的音乐之路。可我没想到王心和她的母亲刘桂芬竟然会做出更过分的事情。就在演唱会结束的第二天，网上突然出现了很多关于我的负面新闻，标题是一个比一个惹眼。许念心胸狭隘，因逼迫搭档做情人被拒，恶意收回演唱权；歌手许念私生活混乱，逼迫女搭档就范，否则就毁其事业。这些新闻里添油加醋的编造着虚假的情节，说我因为一直喜欢王心，多次逼迫她做我的情人，被王心拒绝后怀恨在心，故意在她演唱会当晚收回演唱权。新闻里还配了一些我和王心以往搭档演出的照片，故意断章取义，营造出我对王心纠缠不休的假象。更过分的是，刘桂芬还接受了一些八卦媒体的采访，在镜头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，控诉我欺负她的女儿。我女儿她心地善良，一直把许念当朋友，可谁知道她居然这么逼我女儿啊，简直是畜生啊！这些谣言就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在网上快速传播，短短几个小时就发酵得不可收拾。原本支持我的网友开始有人动摇，有人留言质疑我，还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被谣言误导，对我进行恶意攻击，骂我渣男小人，更有人直言让我去死。我的社交账号被骂声淹没，私信里全是不堪入目的辱骂信息，甚至还有人扒出了我的住址和电话，对我进行电话骚扰和人身威胁。一夜之间，我从万众追捧的词曲作者变成了人人唾骂的渣男，所有的努力仿佛在这一刻都化为泡影。雨柔看着我日渐憔悴的模样，心里很是着急，一边安慰我，一边帮我整理那些澄清的证据。老李也急得团团转，发动身边所有的朋友帮我澄清谣言。可谣言的传播速度太快，我们的澄清在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雨柔握着我的手，眼神坚定地安慰我，说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们一定能澄清这些谣言，还说那些人就是想毁了我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虽然委屈，但我知道我不能就这么认输。就在我和雨柔、老李忙着澄清谣言的时候，王鑫和刘桂芬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家里整理证据，门铃突然响了，打开门一看，正是王鑫和刘桂芬。他们一进门就大摇大摆地坐在沙发上，王鑫率先开口，声音里满是得意：“怎么样，许念网暴的滋味不好受吧？”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行了，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怨气，可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再闹下去对我们俩都没有好处，所以我们和解吧。我冷笑一声，反问他们，编造谣言毁我名声，现在竟然还好意思跟我说和解。可刘桂芬却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：“许念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要不是我闺女，你能有今天的名气？现在只要你把你所有歌曲的版权卖给我们家欣欣，我们就原谅你了。放心，我们不白要你的歌，我们出钱，1块钱。”说完，他就从包里掏出一枚钢镚，扔在我面前的茶几上。看着那1块钱，再看着王鑫和刘桂芬那副志在必得的模样，我忍不住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1块钱，他们竟然想用1块钱买断我所有的心血，买断我这1年来的付出，这简直是对我最大的侮辱。王鑫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威胁我不要敬酒不吃罚酒，还说我现在已经没有选择。网上全是骂我的声音，没有公司愿意签我，没有演出愿意找我，再耗下去只会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我坚定地回应他，就算一无所有，我也不会向他们妥协。说完，我就一把拉开大门，让他们滚蛋。许念，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们不会就这么算了的，我们会让你知道得罪我们母女是什么下场。说完，他就拉着王鑫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我家，临走前还故意打翻了茶几上的水杯，像是在发泄心中的怒火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我握紧了拳头，眼底却没有了愤怒，反而多了一丝冷冽的算计。我知道王鑫和刘桂芬贪婪又傲慢，只认利益，不懂敬畏。我当即给老李打了电话，低声说了我的计划。老李听完后拍案叫绝，连忙说会立刻安排好一切，保证万无一失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主动给王鑫打了电话，语气刻意放得卑微，甚至带着一丝妥协后的疲惫，告诉他我想通了，答应他们的条件，愿意以1块钱的价格把所有歌曲版权卖给他。电话那头的王鑫愣了一下，随即传来难以置信又得意的笑声，嘲讽我早该这样，不该跟他们硬碰硬，现在才知道后悔。我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向他诉说自己的困境，说网上的谣言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没有演出，没有合作，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。只要他们能撤回谣言，帮我澄清，我就把版权给他们，以后再也不跟他们作对。我跟他们约定，今天下午3点在城南的文创园会议室签合同。听到这话，王鑫很是高兴，还夸我识相。不过他还是警告我别耍花样，否则他们绝对让我永无翻身之日。说完，他就挂断了电话，我的嘴角也随之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。此时老李已经按照我的吩咐安排好了一切，文创园会议室里早已安装了隐蔽的录音设备，同时老李还联系了几位靠谱的媒体朋友以及一直支持我的网友代表，开启了全程隐蔽直播。直播画面只面向我的粉丝群体和几家正规媒体，以免打草惊蛇。雨柔有些担心地看着我，
询问我这样做是否可行，怕他们会发现。我握住他的手，眼神坚定。放心，他们得意忘形，眼里只有版权，不会注意到这些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看清他们的真面目。下午3点，我带着提前准备好的版权转让协议，准时来到了文创园会议室。王鑫和刘桂芬已经到了，两人坐在沙发上，姿态傲慢，脸上满是志在必得的笑容。刘桂芬看到我，嗤笑一声：“算你识相没迟到，赶紧把协议拿出来。”你们看看协议，没问题就签字吧。王鑫接过协议，随便翻了2眼，根本没仔细看条款，就扔在一边。许念，你这废物，词曲写得再好又怎样？还不是要靠我才能火？现在连心血都1块钱卖给我，真是可怜又可笑。刘桂芬也跟着附和，指着我的鼻子辱骂：“就是，当初我们欣欣肯给你5万，那都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就你这么个只会悠悠两下的废物，也想跟我们平分80万，你配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我故意露出委屈又不甘的神色，低声诉说当初明明约定好5-5分账。演出开销我掏了6万多，你们只给我5万，我本钱都没回。网上的谣言是你们编的，污蔑我，逼迫你，毁了我的名声。要是你们不澄清，就算我卖了版权，也很难立足。你也太自不量力了！就你这穷酸样，我根本看不上你。谣言就是我和我妈编的，就是要毁你名声，让你乖乖卖版权。你还不识抬举，居然敢跟我要5-5分账！新闻采访都是我们安排的，就是要让所有人都骂你渣男、忘恩负义。我们不会帮你澄清，拿到版权就让谣言更凶，让你永远翻不了身。哼，以后歌都是欣欣的，他照样火。你一辈子活在骂名里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母女俩你一言我一语，把自己如何克扣分红，如何编造谣言，如何算计我的事情，全都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，语气里的傲慢和恶毒毫不掩饰，每一句话都被隐蔽的录音设备录得清清楚楚，直播画面也同步传输到了粉丝群和媒体那边。此时粉丝群里已经炸开了锅，网友们纷纷留言怒骂王鑫母女忘恩负义，心狠手辣。媒体朋友也快速记录着这一切，准备发布新闻澄清真相。我看着他们得意忘形的模样，终于收起了脸上的卑微，缓缓抬起头，眼神冰冷的看着他们，询问他们是否已经说完。你们是不是已经说完了？王鑫皱着眉，语气不耐烦地指责我装模作样，别耽误他们的时间，催促我赶紧签字。赶紧签字！我冷笑一声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点开粉丝群的直播画面，递到他们面前。你说我为什么要签字？我明确地告诉他们，他们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被我录下来了，而且全程直播。现在我的粉丝还有好几家媒体都在看着他们，听着他们亲口承认是他们克扣我的分红，是他们编造谣言毁我名声，是他们算计我。王鑫和刘桂芬看着手机屏幕上的直播画面，又听到自己刚才的声音从录音设备里传来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浑身都在发抖。你这个小人，竟敢算计我们！快关掉直播，删掉录音！我轻易就躲开了他的扑击，后退一步，语气冰冷地反问他：现在才怕？当初克扣我分红，造谣毁我时怎么不怕？用1块钱羞辱我，逼我卖版权时，你们怎么不怕？我还嘲讽他们，当初不是觉得我是废物，觉得我好欺负。今天就让你们知道，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就在这时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，老李带着几位媒体朋友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录音设备和摄像机，对着王鑫母女进行拍摄。媒体朋友纷纷上前提问，询问王鑫，他刚才说的80万利润只给我5万是不是真的？还询问刘桂芬，网上关于我逼迫王鑫的谣言是不是他们编造的？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算计我，还要用1块钱买断我的版权。王鑫和刘桂芬被问得哑口无言，脸色惨白如纸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王鑫双腿一软，差点摔倒，刘桂芬也没了之前的傲慢，只能慌乱地躲闪着镜头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自己是被冤枉的，是我算计他们。可他们的辩解在录音和直播画面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直播画面很快就从粉丝群扩散到了全网，王鑫母女亲口承认造谣，王鑫克扣许念分红，许念设局戳穿真相等话题，短短几分钟就冲上了热搜榜首，霸榜全网。网友们的怒火彻底被点燃，纷纷留言怒骂王鑫母女忘恩负义，心狠手辣，贪得无厌。之前骂过我的网友更是纷纷道歉，说自己被谣言误导，不该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我。那些之前取消合作的娱乐公司、演出主办方看到直播和新闻后，纷纷第一时间联系我，不仅表达了歉意，还重新发出了合作和演出邀请，有的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帮我打造个人品牌，弥补之前的损失。还有很多业内的前辈也看到了事情的真相，主动联系我，给予我鼓励和帮助，说我有才华、有骨气，值得被认可。而王鑫和刘桂芬彻底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，他们的社交账号被网友们爆破，骂声淹没了所有内容。王鑫的粉丝瞬间清零，
还被网友发起了全网抵制。业内所有机构都明确表示不会再和他们有任何合作。之前他们赚的80万，不仅要用来赔偿我的名誉损失，还要承担媒体的追责和相关的法律责任，很快就所剩无几。我没有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，当天就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起诉王鑫和刘桂芬侵犯我的名誉权、著作权以及恶意克扣我的劳动报酬，要求他们公开道歉，消除影响，赔偿我的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，共计30万元。法院很快就受理了案件。开庭审理时，我们提交了录音、直播录像、演出费用凭证等所有证据，铁证如山。王鑫和刘桂芬无力反驳，只能低头认罪。最终，法院判决王鑫和刘桂芬侵犯我的名誉权、著作权成立，克扣劳动报酬事实清楚，要求他们在全网公开向我道歉，撤回所有虚假谣言，赔偿我的各项损失，共计30万元。判决下来后，王鑫和刘桂芬没有上诉的勇气，只能按照法院的要求公开道歉，赔偿损失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们的名声已经彻底毁了，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。刘桂芬因为编造谣言、恶意诋毁他人，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，而王鑫则彻底失去了登台唱歌的机会。以前的粉丝唾弃他，业内人士排挤他，没有人愿意接纳他，只能灰溜溜地离开这座城市，试图找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谋生。而我在真相大白之后，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转机。我拒绝了多家娱乐公司的邀约，选择和老李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专注于音乐创作和演出。我的首场个人演唱会圆满成功的视频，加上这次戳穿王鑫母女阴谋的直播片段，在网上广泛传播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我，喜欢上了我的音乐，我的粉丝数量一路飙升，很快就突破了100万。不久后，我的个人专辑《初心》发布，一经上线就销量火爆，其中几首歌曲还登上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，甚至有一首歌曲被选为某热门电视剧的主题曲。我也开始接到各种大型演出的邀请，从小小的场馆走到了更大的舞台，从本地演出走到了全国巡演，终于摆脱了绿叶的标签，成为了真正被人认可的歌手和词曲作者。雨柔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见证着我的成长和成功，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。不久后，我在自己的巡演收官演唱会上向他求婚了，在全场观众的祝福声中，他笑着答应了我。老李也成了我的工作室合伙人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打拼，朝着更好的未来前进。闲暇之余，我也会从朋友那里听到关于王鑫和刘桂芬的消息。刘桂芬在监狱里表现不佳，多次违反监狱规定，被延长了刑期。而王鑫据说在外地辗转了好几个城市，做过餐馆服务员，摆过地摊。他甚至尝试过重新唱歌，想回到曾经的状态，可只要有人认出他，就会遭到辱骂和排挤。最后他只能隐姓埋名，在一个偏远的小城做着最底层的工作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我终于明白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会继续用心创作音乐，用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，不负每一份支持和期待。我会一直坚守初心，帮助更多和我一样有音乐梦想的人，让每一份热爱都能绽放光芒，不负自己，不负时光。